他在找他的东西，这个是他的故事，跟他有关，他跟这个东西是有感觉的，不是说住在荷兰的一个人，他画了一朵花，但是他跟这个花没有感觉。艺术它就是故事，就是我们要做自己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是很特别的。对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做别人。可能别人很好，但是我们自己也很好，所以我们要喜欢自己，我们要爱自己，我们要做自己。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看小瓜 Chinese 的播客。今天我要给范范说一个故事。范范不知道这个人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故事。对，好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范范，你想听这个故事吗？当然想听，我觉得志飞讲的故事很有意思。好，今天我给你看很多很多图片。哦，好，对，然后我问你问题。好，我给你的第一张图片是这个。哦，这是对菊花吗？这个是向日葵，啊，你知道是谁画的吗？应该是志飞画的。哎呀，我希望我可以画这么漂亮的向日葵。今天我们要说的人是梵高，但是我们不是说荷兰的梵高，我们要说的是中国的梵高。中国的梵高，哇，我没有听说过中国的梵高。志飞，快给我讲一讲。好，你觉得，你猜一猜，中国的梵高，他可能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应该也是很喜欢画画的人。好，还有吗？我觉得他可能跟平常人不太一样。比如说，范范是很平常的人，很正常的人，可能这个梵高不太正常。不太正常。他挺正常的。你觉得他是在学校学习画画，还是自己学习画画？我觉得有可能他是自己学习画画。你说对了，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在深圳。你知道我在深圳长大，深圳有一个地方，它叫做大芬油画村。你去那个村子全部是油画。我先要告诉范范，全世界70%的油画来自中国。哦，我以为中国人不太擅长画油画。它不是中国人发明的，但是中国对很多人画很多很多油画，然后中国80%的油画来自深圳的大芬村。哇，厉害，很艺术的村子。对，我一定要去。但是这个村子画油画不是艺术，是生意。那里画画的人不是艺术家，不是画家，是画工。画工是做什么的？他只是画画的吗？但是不挣很多钱。对对对，这个很像工厂。工厂里，你要做一件衣服，你做纽扣啊，一个人做颜色，一个人做一点点。在大芬村，很多人也是这样画画的。志飞，他们一起画一张画吗？一幅画吗？有时候是，比如说最多人买的画就是梵高的画，所以这些人要练习画梵高，
有的人画眼睛，有的人画鼻子，一起画一张画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好像很多人的想法在这一幅画上。对，你猜一猜，你觉得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幸福吗？我觉得应该比较幸福，因为就是可能他们画画的时候可以一起聊天，一起开玩笑，就是很开心的感觉。就像很多很多年前的中国，好像很多人是在一起工作，然后呢，不管你干多少活，你都是挣这些钱，所以好像大家没有什么，就是比较说，哦，你比我好很多，或者他比他差很多，就没有很多烦恼。你们看，范范非常可爱。好，现在我要给范范发第二张图片。哦，他们这是画工吗？对，所以他们画画是很辛苦的，是在很热的时候，然后你要画，不是因为你喜欢，是因为你要赚钱。对，看起来不对，太舒服，这么多人睡在一起。他们在那里吃饭，在那里睡觉，在那里工作，不是因为他们很喜欢画画，是因为他们没有上大学，没有去很好的学校，他们没有别的工作。可是志飞，画画不需要学习吗？对，也需要，所以他们要画很多，要练习很多。志飞，那我觉得他还是有画画的天赋。那如果这个人没有画画的天赋，我觉得他练习再多，可能都画不好。我觉得我就没有画画的天赋，所以我不会画画。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对，就是大芬村里的画工，有的画得很好，可能有的画得不太好。那今天我要给你说的人呢，叫中国的梵高。那他没有去大学，所以他在大芬村画画。他10年画了10万张梵高的画。10万张？对，那我想一想，10年吗？志飞10年， 10年，对那一年画1万张，一天画，哦，不行不行，我数学不好，算了算了，我不知道。很多很多，很多对不对？很多，对，然后呢，这个人他画了很多梵高的画，他就想，他叫赵小勇，他就想，我最大的愿望，我真的很想去荷兰的博物馆看一下真的画，梵高画的画。然后呢，他去了荷兰，他先是看到自己的作品，因为他画了很多画，然后他卖给外国人。对对对，你觉得他的画可能在哪里？卖给了谁？不会是卖给了一些博物馆吧？博物馆觉得，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了这个中国的梵高的画，然后他在国外卖的时候可以卖一个非常高的价钱。他说这个是荷兰的梵高的画，所以博物馆可以赚很多很多钱。赵小勇也是这样想的，他想，我卖一幅画，我赚钱500块人民币。他想买我的画的人应该是很懂的，很懂画画，很懂艺术的。对，他就想，应该是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然后大家看我画的画觉得好美呀。然后他去了以后，看到了他的客户，他发现是街上的一个小店。
对，就是卖纪念品的地方。嗯，对，我给你看一张照片。那样的店应该卖的价格不是很贵吧？你这个问题很好，在这个纪念品店，它卖的价格是10倍，就是5000。哦，对，哇哦，很好看他画的。但是赵小勇看了以后，他有一点难过。你觉得他为什么难过？因为可能他觉得买这些画的人，可能只是当成一个普通的纪念品，然后买回家里去，可能不是真的懂艺术的人，懂他的画的人。可能。还有就是在这个店，这个卖他的画的店，画都是你可以摸，你可以看，你做什么都可以。对，就是让他觉得大家不是很觉得很小心，然后放在一个很好看的地方，他有一点难过。然后呢，第二天他就去了博物馆，他说他要看梵高的画。OK，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起来这个赵对小勇比较年轻，对，头发很很多年轻。范范很喜欢看男人的头发，对多对对不多？对，他真的去博物馆看了梵高的画，他看梵高的自画像，还有梵高画的向日葵，还有一幅很有名的画，这个你肯定看过，我发给你。这个是梵高的星空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看过，但是是在网上。是的，对，你还没有去过荷兰，对吗？对，我没有去过，我想去，因为我听说荷兰真的很美。那我们可以一起去，我也没有去过。哇，太好了，很期待。好，对，那赵小勇呢，没有带我们一起去，他一个人去，他去看梵高的画。你觉得他可能感觉怎么样？他有可能感觉自己的画和梵高的画真的很像，他可能觉得有可能我就是梵高。范范，对，范范总是觉得世界很好，哎呀，我真棒，我做得很好，画画很幸福。对，他没有，因为他看了梵高的向日葵，他看到他画的颜色都是错的。对，因为他是看着照片画的，已经对这个照片上的已经是不对的，所以他画了10年，但是他画的都是错的。他很受打击，很难过。对，很难过，因为他看到梵高的颜色，还有梵高的每一笔，他可以看到梵高这个人，他的感情，还有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个画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，但是他呢，他是一个画工，画了10年，全都是错的。对，他就想，哎，我以为我跟梵高很近，因为我画了10年的画。有时候他做梦，他会梦到梵高来跟他说话，问他，哎呀，你画我的向日葵，你画的怎么样了？他就觉得他跟梵高的关系很好，但是看到梵高的画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永远永远都不可能是梵高。对，因为梵高只有一个。然后呢，他出来了，然后有的人知道他是中国的梵高，他们来
跟他说话。他们问他，哦，那你肯定画画很厉害呀，你画梵高啊，你的作品是什么？你的画叫什么名字？但是他就想，我的画叫什么名字？我不能告诉你，因为我没有自己的画。你猜他现在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是那种可能有一点崩溃的感觉，就是天哪，我做了10年的事情，然后做的是错的事情，我的所有的作品都不是我自己的，没有我自己的特点，对，这个不是他自己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，但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觉得天哪，我也很受打击，我觉得很崩溃。是的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很难过，他就想，我画的画那赚钱，可是他们不是艺术，所以呢，他回到中国，他就想，我不能做梵高，因为梵高只有一个，但是我可以做赵小勇，因为我就是赵小勇，我不需要是中国的梵高，我就是赵小勇。他开始想，我要画什么？我要画别的东西。然后，范范，你想看看他画的画吗？当然，快给我看，快点儿！好，我发给你。我给范范发了3张画。第一张，这个画是他回到老家，他看到奶奶，奶奶坐着，然后奶奶笑。这幅画是奶奶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有一点悲伤，他的内心有一点悲伤。你刚才说这个奶奶在笑，但是他的话我觉得不像在笑。对，范范觉得，这个奶奶不是很开心，见到了他不是很开心。第二幅画是他回到他的老家，这个是他小时候住的地方，然后他的路是很特别的，是石头。对，他就画了这个小时候的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志飞，我觉得我不太懂画，因为我本身我就不会画画。你觉得我看不出来，我不知道好不好？我觉得很好呀，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在找他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是他的故事，跟他有关，他跟这个东西是有感觉的，不是说住在荷兰的一个人，他画了一朵花，但是他跟这个花没有感觉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懂画，但是我觉得艺术它就是故事，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故事，我觉得有意思。你再看第3张画，第3张画呢，他画的就是他工作的地方，所以每个人都在画梵高，还有他的老婆也画梵高，所以他们对是生意，老婆会画向日葵、星空，有人来跟他们一起学习工作，那他们会学习画一张画。然后我觉得现在他的画开始有故事了。对，这个第3幅画看起来是非常生动的，然后每个人都在画画，但是他们的动作好像不太一样。对，看起来是我看到他的画，我就可以想象他们画画的样子，他们画画的那个工作室、画室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，对，很真实。所以呢，我们说的这个男人，我们最后说，他画了10年的梵高，他画的星空，但是那个不是他的星空，是梵高看的星空，是梵高要讲的故事。所以，最后呢，这个男人，中国的梵高赵小勇，找到了自己的星空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对对对。那听了这个故事，
你感觉这个人的经历怎么样？我觉得他的经历很有意思，因为可能他刚开始画画是因为想要生活，为了生活想要赚钱，而且他在一个那样的环境里，他可能觉得这个是正常的，因为大家都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也要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有可能他画梵高比别人画的好，所以他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名气，大家会说他是中国的梵高。但是当他有了这样的小的成就之后，那他可能花了很长时间，虽然他是为了生活，但他应该也是热爱画画，热爱艺术的，所以他去看了梵高的画之后，我觉得他更理解了什么是艺术，所以他才能思考我自己的艺术是什么，然后我自己的星空是什么，所以他才能勇敢的做自己。对，我觉得做艺术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不一定会有人喜欢你的画，他们不知道你的故事，你想说的是什么。对，所以可能画梵高的画更容易赚钱，因为大家喜欢的是梵高，他很有名。所以我也觉得，如果你想要，可能要唱歌，你想要画画，或者你想要做 YouTube 视频，我觉得都是很难的，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你是谁，你有什么样子的故事。你喜欢他的故事吗？我喜欢他的故事呀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可以鼓励大家，就是我们要做自己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是很特别的。对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做别人，可能别人很好，但是我们自己也很好，所以我们要喜欢自己，我们要爱自己，我们要做自己。非常好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范范最后的说的真的特别特别好，希望对大家明白我们想说什么。那我对范范很好奇，我在想，如果你不需要赚钱，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，你会想要做艺术吗？或者你想要做什么事情？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是教中文，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。那如果你说是艺术方面的，我觉得我很喜欢摄影，我喜欢拍照。当然，这个也是我的另外一个工作，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这个是我的兼职工作。对，志飞，你知道吧？我拍的还可以。我知道，对对对，嗯，我觉得上课也是艺术，或者我们做的视频，因为我们也在做自己，我们在告诉大家我们是谁，然后我们是用爱去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我相信范范的照片也是有故事，然后很好玩的。当然，哪天我们要给大家看看范范的照片，还有范范的照片里的故事，对，怎么样？对，好，好 ，OK，今天呢给大家说了中国的梵高赵小勇，对，这个呢就是在中国深圳的大芬村的一名画工的故事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们对这个地方或对这个人好奇吗？有什么想法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再见，范范。拜拜。